关于这个每天的付费的话，就是还是打开这个网址，那么你点这一步，就是说这步已经完成了，已经完成好这个 DS100表格了。那么你就开始付费环节。付费的话，点这个地方。我们到达这个页面，它这个是，总共是美元的话，付费的话是160元美金。然后它这边虽然说用美元计算，但是付款时必须使用当地货币。它的汇率其实要比我们银行的汇率要高，它走的是领事汇率，就是领事馆它自己的一个汇率标准。那么它这边好像没写，今天都是160美金。现在的话，我们这个是可以支持支付宝付款了，然后我们点这里支付，然后我们看一下说明，登录我们在线系统，这个就是登录一下，这个就这个页面，然后第二步是点击屏幕左手侧的安排面谈时间，然后我们就开始试一下吧，就是点登录，页面是相同的，那左侧。安排面谈时间，DS160表格已经完成了。好，我们这边看一下，就是预约，点这个，跳转到这个页面之后，我们这边呢需要申请一个新的账户，账户就是付款账户，然后我们申请好这邮箱地址和密码去申请，这个是注册账户，我们点这个新用户去注册，然后这边。填好表格，比如说我这边已经注册好了，然后我这边的话需要我这边看这边申请新的签证申请安排面谈时间，点一下，然后我们这边选择非移民签证，这个是根据14周岁以下跟80岁以上的申请人，这个可以拨面签，这个可以直接传递，直接把那个免面谈代传递服务。那么选择安排的使领馆，比如说我选上海。那么这个是签证的类型，比如商务旅游就选这个。这个的话就是之前一样的，我们选 B2。好了，这边有个条款和细则，注意看一下，就是还是让你不要填错，然后就填写信息，就是填表格信息。然后 DS160 确认编号的话，这个在 DS160表上看一下，身份证号码写一下，那么信息写一下，然后。邮寄地址虽然说上面160表格上也写了这个邮箱这个收件地址跟那个家庭地址是不是一样，这边还是要写下，这边还是以这个为准。我把那个表格填好了，然后到达这一步骤6，那么如果说你是有亲戚的话，包括孩子，就是相当于一个家庭的话，就可以填写通行者，这样的话就可以一次性付费。那么点继续。点继续，这边的话，我严重建议就是邮寄到家，哪怕它这个价格比较贵一些，你也就寄吧，你自己跑去中信银行取的话还不方便。这边有个提示，就是说你是无法付款的，也不要那个重复缴费。还有，如果说你有欺诈行为的话，看这句，如果说交易成功后要求你的银行取消交易或退款，这将被及时调查，可能导致罚款或其他行动。如果说产生这样的情况的话，我觉得这个可能会被永久拒签，这种属于欺诈行为。那么这边有个支付宝，你点一下就行了，这样支付，后面支付
后面支付最好把那个收据打印一下。就这样子，然后我这边就不支付了。当你付费完毕之后，这边的话就是安排面谈时间。刚才你在付款页面的完成之后，就会有安排面谈时间，你自己可以预约一下，上午和下午都有。至于去面谈的话，要带什么东西？其实，申请材料很简单，比如说一个 DS10的申请表的打印出来，还有一个确认页，然后预约的面谈信，就是付款之后有一张纸，然后你要打印出来，然后还有一张照片。照片其实事实上的话是不用带的，因为电子照片一上传，它在系统里面有的。至于要带哪些文件的话，这边其实有个官网上有说明，比如说带这个护照啊，还有这个签证申请那个页面啊、收据啊、照片啊，其实那个，但是还有一个什么支持性文件，因为包括我们这边说明这个条件啊，我建议是大家都是看一下官方的说明。第一个你要证明是短期访问，那么一般来说，签证官第一个问题就会问你去美国干什么？第一个问题，那么比如说我说去旅游，那么可以这个去旅游这句话可以回答详细一些。还有在美国，比如说你去美国多少天，那你这个计划停留时间得确定。看见没有？这个它且确定，它这个其实官方描述很准确，你不要模棱两可。至于这个旅行时间的话，一定要确定下来。当时我是说了是半个月。那么足够资金支付的话，其实这个不需要你去拿个存款证明去，证明自己多少钱。有些时候，我听说，就是有些人证明自己特别有钱，然后签证官就觉得不大匹配，跟他这个人本人不是很符合，就把他拒绝了。所以说，只要足够资金就可以了，不需要你证明太多的钱。那么，在美国境外有居所，那么就是这个有房子，有固定的房子，你有房产证就是可以加分。或者说你的工作单位跟自己家户口上地址或者说居住地址离得不远，那也加分。那么牢固的社会和经济联系，这个怎么看呢？就是说社会联系的话，第一个你在做什么工作有关系，第二个是跟你父母在不在啊，包括子女在多少个子女啊都有关系。还有就是说能够确保赴美行程结束后如期返回，这个还是个约束力的问题。我这边在网上随便找了一篇关于面谈这些问题的记录。那么第一个问题的话，基本上都会问这个问题，100%吧，几乎我没听说过不是问这个问题的。就是说，你来美国的目的是什么？那么当时我自己的回答是旅游。那么旅游是怎么个路线？我从哪里到哪里，然后再到哪里到哪里？我说的比较详细一点。我并不是说就是2个字，就是说旅游。那么你在美国行程怎么样？这个他没问，就是说我上面这个问题已经回答好了。你去美国这个几乎不大会问，访问哪些单位他这个不太会问，因为他时间也有限。月收入多少，当时也没有问我，因为上面这个160表格上已经写好了。但他问我了，你的工作是什么工作？这个时候你要把工作讲得详细一些，包括负责做什么，就是说当初跟160表格上对得上，你做什么工作能匹配得上，他也会看你谈吐。他也会在里面电脑的打字，把你的说的答案记录下来。出国经费由谁提供？这个根据我和身边的朋友的话，还是没有被问到过。那么你是否懂英文？有些人是被问到过，这个就是如实回答。这个问题也是高频的问题，就是说经常会问到，你去过哪些国家？一般来说这样问，那么你就把自己去过的国家告诉他。这个其实也包含了这个。他虽然这样问的话，他其实你也可以把港澳台算做进去，这个国家其实也包含了国家和地区。那么工作单位这个就是一个工作，你不要等他问你的很详细的时候你去回答，你直接把一句话，他问你做什么工作的，你直接把工作单位全部自己报上去就行了。我觉得这个关于美签的问题的谈话记录的话，其实大家可以在百度搜索一下，多看一些别人发过的经验。这个问答的话，对你影响是很大的。有些时候问答
错了，或者说跟你回答内容跟160表格上对不上的话，那就是可能被拒签。首先我觉得，在我的印象中，模型的话，第一个是户口是最重要的。你什么户口，基本上已经很大决定了你的签证通过率高不高。比如说我们遇到的话，上海户口吧，上海户口基本上问的问题很少很少。然后听说过就是说有人直接上去就说你去美国干什么？他说去旅游，就2个字旅游。你会不会英文？他说不会，然后就直接给通过了，就是上海户口。所以说还有个什么工作也很要紧，工作关系你变化多不多？你最近5年内老是换工作，老是做一些销售类的非技术型的工作的话，那可能被拒绝也是很正常。其他的话就是说你结婚跟单身也有很大关系。你结婚的话，说明你走了，那么你家里人还在中国，那你的回国约束力还很大。那么还有房产证，还有你的出国记录。所以说出国记录的话，比如说你去过一些类似于日本啊、欧洲啊，包括澳大利亚、加拿大这些国家的话，那对你影响是帮助很大的。大概的就是这一些吧。其实真正在里面的话，它一般不会要求你提供什么什么材料。我觉得，我个人觉得是，他一般也不会看你的房产证，也不会看你的行驶证，因为这些东西都可以作假。唯一不能作假的东西就是你的护照。所以说你的护照上面显示什么信息呢？我们看一下护照上显示什么信息。我觉得真的是护照是很必要注意的事情。为什么呢？你护照应该很少有人会作假护照吧？假护照去办个证件证，那是真的没见过。首先第一个，比如说你的国籍，那这个很明确了。比如说你是日本护照，那就直接免签了。所以说这个护照非常重要。然后你这个出生地跟签发地，它也证明了你是哪里人，所以上海户口也是优先的。那么年龄这种都改不了，是吧？然后护照其实还有什么？护照上除了你的基本信息以外，其实还包含了你的出国记录，包括这些出国章，比如说这个随便找份护照，出国记录、出入境记录，你出入境什么时候出入境，出入境频不频繁，去哪些国家了，其实都有关系。而且这些东西都是不会被造假，很难被造假。所以说这样的护照，所以说旅行记录还是很重要。其实反而是这种财力证明啊、工作啊，其实这个完全可以造假，他基本都不看。然后什么旅行，有些人还搞个什么之类的旅行的计划啊、计划书啊，其实都没用，几乎都不看。你反而是给他旅行计划书的话，反而觉得你更假。特别是有些人说哦，我什么什么走，什么时候去，然后机票几号机票，那万一签证不发给你的话，那你这个旅行记录是没用了。所以说，然后在我们可以很好的利用这个微博上的官方的信息说明，它这边其实还是很详细的，而且教你避免一些误区，也不要被人骗了。关于这种，比如说它这边说明其实很多的，那么其实都可以看一下，都可以了解一下。我觉得想更多了解这个关于面谈的信息的话，可以从他们微博去搜索。从官方的微博肯定是比较权威的，不要去听信一些网上一些乱七八糟、拼拼凑凑的文章。那么在这里其实你可以获得很多信息，但是虽然说下面提问的话，基本上没有官方不去回答。反正就是你看一下吧，都看一下吧。我觉得把这些微博都看一下的话，其实对你这个帮助是很大的。他这边其实写的很详细，绝对是权威的信息。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找正确的渠道，官方渠道去获得正确的信息，以免耽误自己签证办理。